暴雨末世来临前，老公齐天然将他的青梅竹马接进家中。原来齐天然嫌我不会生孩子，早与杨雪琴珠胎暗结。公公婆婆逼迫我好好伺候杨雪琴，我不同意，他们就对我拳脚相加，骂我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，还阻挠别的母鸡下蛋，岂有此理！我养了6年的大黄狗旺财扑上来救我，却被公公一脚踢到吐血。1周之后，洪水蔓延至2楼，家中已经弹尽粮绝。他们趁我不注意，要杀了我的旺财吃肉。我扑上去保护他，却被公公从阳台推了下去。彻底失去意识之前，我好像听到旺财的声音，原来是旺财跳下楼来救我了。可是他饿得皮包骨头，再怎么努力都无法将我拖到安全的地方。可他就是不肯松口。再一睁眼，我竟回到了暴雨末世的10天前。厄尔尼诺现象对我国气候造成严重影响，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将面临洪灾危险，请广大市民注意防范。电视机里传来新闻播报的声音，我手里攥着裂成2半的玉，才意识到我重生了。这块玉质地一般，却是外婆去世前交给我的遗物。她说：“人养玉，玉也养人，关键时刻，玉能够救主人一命。你别不信。”我从前不信，现在信了。我垂下来的手背感觉到毛茸茸、湿漉漉的触感，低头一看，居然是旺财，他正在舔着我的手背，拼命朝我摇尾巴，像是在庆祝我的归来。我眼眶一热，蹲下来抱住他。对不起，上一世让你跟着我受苦，这一世不会了。白猪猪，你可真是头猪啊！哪家儿媳快10点了还不做饭？你想饿死我跟你公公？婆婆尖利的嗓音从卧室传来，我看向墙上的挂钟，2026年6月25日上午9点半，离暴雨末世到来还有10天，离齐天然将他的宝贝青梅竹马领回家还有7天。幸好一切都来得及，这一世我不光要带着旺财在末世好好活下去，还要让这些欺负背叛我的贱人血债血还。对不起妈，我这就下楼买菜。我装成畏畏缩缩的样子，带着旺财下了楼。外面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，我知道要不了3天，小雨就会变成瓢泼大雨。在去菜市场之前，我先绕去了小区前面的彩票店。上一世公公买了这一天的彩票，因为只差2个数字与大奖无缘，便将气全部撒在我身上。多亏了这件事的深刻记忆，让我顺便记住了开奖号码。买完双色球，我将彩票小心翼翼地藏进口袋，这才去菜市场买了菜回家。因为回来的慢，我又被公公婆婆骂了一顿。不过这一次我没有顶嘴，而是乖顺地将饭菜做好，伺候完公婆吃完饭，他们老2口去午睡。我悄悄出门，来到某可找房。我说自己要买一栋顶楼的房子，要通勤不方便，入住率低的那种。中介奇怪地看了我几眼，但还是很快找到符合我要求的房子，城东的上福世纪。原本新修的地铁7号线要从小区门口经过，但政府没钱，7号线成了烂尾工程，上福世纪也就渐渐无人问津了。业主听说有人愿意接盘这栋房子，顿时喜不自胜，愿意以500万的价格将这栋120平米、上下2层的复式精装修房卖给我，还约定后天办理过户。我用支付宝里仅剩下的2万块交了定金，随后准备回家做家务。就在我走出接待室时，突然听到一道熟悉的女声从另一间房传来：“亲爱的，人家想要大别墅，还想要跑车，看在我怀了你孩子的份上，你就都给我买吗？”好，只要你安心给我生一个儿子，我什么都给你买。透过半透明的磨砂门，我看到正在撒娇的女人，竟然就是我老公的那个青梅竹马杨雪琴。不过她撒娇的对象可不是齐天然，而是一个秃顶的大肚子老头。我赶紧拿出手机，贴紧门缝，将他们对话的声音都录制下来。上一世杨雪琴说自己怀了齐天然的孩子，还特意去香港做了检查，是个儿子。齐天然高兴怀了，立马迎她进门，还趾高气扬地对我嚷嚷：“白猪猪，你不是说生不出孩子是因为我精子弱吗？我看你就是放屁，明明是你不会下蛋，你给我好好伺候雪琴和我儿子，否则我立刻休了你。”我当时真的怀疑是医生的检查出了问题，没想到杨雪琴的孩子根本不是齐天然的，他这是被有钱人骗了子宫，最后想找齐天然接盘。晚上齐天然回来了，我憋着笑意，装作恭敬，在门口伺候他换鞋子。今天怎么这么乖？齐天然斜眼看我，我生不出孩子，当然只能对老公好点啦，这样老公才不会抛弃我。我低眉顺眼地说：“算你识相。”齐天然满意地说：“晚上吃饭，公公婆婆、老公吃我做的3菜1汤，而我只能就着咸菜啃馒头。旺财更可怜，食盆里只有前天放馊了的粥，那东西猪都不吃。我嫁给齐天然前，已经做到了企业的中层管理，那时齐天然还是我的下属。齐天然大男子主义，十分要面子。结婚后，他让我辞职做全职太太，伺候他一家子。结果我的退让，婆婆看不到，她一直觉得我在花他儿子的钱，所以日常对我很差，各种给我立规矩。夜里11点。”我打扫完回到房间，老公的手机就放在床头柜上。我输入杨雪琴的生日，轻松解开屏保密码，偷偷下载了好几个贷款 app， 又翻出他钱包里夹着的身份证，最后将手机摄像头对准老公沉睡的脸。人脸识别成功，300万到账。末世到来，一包方便面会卖到1000块，我要斩断这一家子拿钱买高价食物的可能性。
我要斩断这一家子拿钱买高价食物的可能性。末世前的第4天，我用帽子、墨镜、口罩将自己全副武装，去彩票中心兑了奖，除去税外，一共400万。下午，我就和上浮世纪的业主去房产中心过户，拿到钥匙，我去房子里看了看，特别满意。首先，整个小区地势较高，楼与楼之间相隔较远，又是一梯2户，我还是住在30楼。从隔绝人类这点上来看，这里就比齐天然家那个市区的老破小安全太多。末世比天灾更可怕的，往往是人心。房子里所有的家具都是现成的，可以拎包入住。看完房子后，我第一时间联系了装修公司，所有房门全部换成顶级钢制隔声门，对，就是银行用的门。窗户也都换成防弹窗，贴防窥膜，大门门口、走廊、安全通道都安上监控。钱不是问题，如果3天内搞定，我会多付2倍的钱。装修公司的负责人见我财大气粗，又谄媚又好奇，问我为什么把房子装成铁桶。我说我被前夫家暴怕了，怕他找到我杀了我，所以才这么做的。负责人十分同情，拍拍胸脯表示一定在3天内给我装好，还大手一挥，表示1倍的钱就 OK。我觉得负责人真是好人，委婉的提醒他梅雨季节了，加上最近全世界各地都天灾频发，让他在家多囤点粮食。他囤不囤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只是希望善良的人都能平安无事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每天都趁着出门买菜、公公婆婆午睡和夜里大家都睡下了的时间，独自悄悄出门去超市进行大采购。暴雨连下2个礼拜就会停水停电，我买了20个3万毫安的充电宝、100根蜡烛、100节电池、10个手电筒、10个塑料水桶、数百个净水片，还从超市搬回去10箱子矿泉水。超市收银员和送货小哥奇怪地问我一个女人买这么多东西做什么？我说我准备在小区里开一家小超市，他们也就没有多问了。除了这些，我还买了不少生活用品和吃食。生活用品卫生巾、抽纸、床上3件套、蚕丝被、锅碗瓢盆、洗漱护理用品、消毒用品等等。吃食方便面、自热火锅、压缩饼干、牛肉干、水果罐头、蔬菜干、狗粮和各种小零食等。最后，为了保障我的精神娱乐及安全，我又添置了2台无人机、一些监控设备、几瓶防狼喷雾，还凭身份证买了2把尖利的菜刀和匕首，万一遇上亡命之徒，我还能搏上一搏。不买监控设备，我又怎么在末世开始后看齐天然一家子的笑话呢？路过药店，我买了不少常用药、感冒药、消炎药、肠胃药、止疼片、维生素等等。路过书店，我又买了不少小说和杂志，还买了考研的书籍。自从我嫁给齐天然后，我的上进心一点一点被消磨，我都快忘了曾几何时，我是校园里最受老师喜爱的学生，还有我的兴趣爱好也荒废在了齐天然日日对我的冷嘲热讽里。现在想想，我上一世付出了这么多，到底得到了什么？我所看重的爱情，不过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。现在我想开了，女人只有自己强大，才能过上理想生活。我一趟又一趟地将东西往家中搬，直到把一个房间塞得满满当当，我才心满意足地坐在地上休息起来。看着这些吃食，我心想，速食食品虽然不健康，但耐放。停电之后，冰箱就不能用了，买多少新鲜吃食都会放坏掉，真是可惜了。说好要待旺才过上好日子的，结果现在有钱没地儿使。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，眼前突然闪过一道白光，紧接着我发现自己身在一片草地上，白天很蓝，风也很轻，这里像是一个世外桃源，却一个人也没有。这时，一道机械的男声在耳边响起：恭喜您拥有时间定格储物空间，该空间由您的意念控制，出现或消失。它可存放一切事物，但人和动物在该空间内每天不得待超过2小时，否则将永远被锁在空间内。该空间由您的意念控制，出现或消失。它可存放一切事物，但人和动物在该空间内每天不得待超过2小时，否则将永远被锁在空间内。声音消失，我眼前的白光也消失了，感觉口袋里有什么东西在晃动。我拿出一看，竟是碎成4瓣的白玉。人养玉，玉养人，看来家人的爱都注入了这块白玉里，再次帮了我一个大忙。既然有了储物空间这么个好东西，我就不担心储藏问题了。于是我跑到喜欢吃的火锅店、烧烤店、串串店、小龙虾店，各打包了20份吃的。打开饿了么和美团，所有我收藏的店铺各打包50份吃的。到了水果摊上，榴莲、车厘子这些我平时舍不得买的水果，都跟不要钱似的往家中搬。我算了算，加上我之前囤的速食食品，别说3个月，我可以做到1年足不出户。第7天，齐天然声称杨雪琴怀了自己的孩子，如约将她接回家。白猪猪，我告诉你，雪琴怀了我的儿子，你必须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她，否则我将你扫地出门。齐天然搂着杨雪琴的腰，居高临下的命令我。公公婆婆喜不自胜，忙对着杨雪琴嘘寒问暖，摸着她的肚子，一口一个大孙子的叫着。杨雪琴还和上一世一样，白莲花似的面孔，娇娇弱弱的靠在我老公怀中，充满歉意的对我说：姐姐，那以后就麻烦你了。杨雪琴还和上一世一样，白莲花似的面孔，娇娇弱弱的靠在我老公怀中，充满歉意的对我说：姐姐，那以后就麻烦你了。
我为了不让他们看出不对劲，装作惊讶又委屈的样子，表示自己绝不接受。老公，没孩子，我们去抱养一个好不好？你把他赶走，这里是我们的家。我抱住齐天然的胳膊，苦苦哀求。齐天然一把甩开我。你个扫把星，自己生不出孩子，还不让雪琴生，你真恶毒！想让我把雪琴赶走，没门。婆婆在旁帮腔，指责我要断他们齐家的后，还说他们收留我已是仁至义尽。公公脱下拖鞋，做事要打我，我躲闪开来，将旺财一把抱起，边抹眼泪边摔门。这个家让给你们，我出去。本来齐天然还想拉我，婆婆却拦道：没爹没妈的，他能去哪里？过2天还不是要自己乖乖回来？我出门前是哭着的，出门后却是笑着，希望暴雨末世来临后，他们还能这么嚣张。我出门前是哭着的，出门后却是笑着，希望暴雨末世来临后，他们还能这么嚣张。我在我买的房子里待了2天，每日吃好的穿好的，睡觉睡到自然醒。旺财很喜欢在空间里撒欢，我正愁3个月关在家中没地方遛狗呢，这不瞌睡就有人送枕头，空间能储物还能遛狗。2天后我回家了一趟，事前用眼药水滴了眼睛，在公公婆婆一家人面前，我爆发出了奥斯卡般的演技。对不起爸妈，是我不懂事，我这2天想明白了，把雪琴妹妹照顾好，她的孩子也是我的，咱们一家人好好过。老公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伺候好雪琴妹妹的。雪琴，我知道你不喜欢狗，我已经把旺财卖给狗肉店了，你安心住下，我会照顾好你的。为了表达诚意，我愿意和齐天然离婚，毕竟雪琴妹妹的孩子就快出生了，我不能让孩子成为私生子。我把离婚协议书都准备好了，配上一脸真诚，仿佛真的痛定思痛。我把离婚协议书都准备好了，配上一脸真诚，仿佛真的痛定思痛。公公难得对我露回笑脸，夸我懂事，齐天然也难得对我露出温和的笑意。他大笔一挥，在协议书上签字，并按下指纹，同时向我承诺，只要我把杨雪琴照顾好，他还是可以保留我小老婆的位置，不至于令我流落街头。我忍着恶心，连连称是，还说自己回来迟了，错过买菜做饭的时间，从口袋里掏出几张100元大钞，说是卖狗的钱，让齐天然带着公公婆婆、杨雪琴出门下馆子，我一个人在家打扫卫生就行。于是这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出了门，谁也没注意到身后的我在冷笑。等他们出去后，我在整个家里的各个角落，还有楼道各层都装上了监控摄像头，然后将冰箱里、厨房里的米面和其他吃的全部扔了，并换上我精心准备的泔水。天空已经下起小雨，明天便是暴雨倾盆。做完这一切，我赶紧回到我的顶楼复式大平层去。明天便是暴雨倾盆。做完这一切，我赶紧回到我的顶楼复式大平层去。次日，我是被雷电惊醒的，外面乌沉沉一片，我拉开窗帘一看，天空破了个大洞似的，暴雨如注。看这情况，末世似乎提早来了。我看向手机，居然已经上午10点半了。手机上有10多个未接来电，一半来自齐天然，一半来自婆婆。和齐天然结婚后，我每天早起为他们一家人做早饭，还被挑3拣4，我都不知道多久没睡到自然醒了。我对着窗户伸了个懒腰，旺财溜到我身边，舔我的脚，温暖的诗意让我倍感舒适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先给他倒了一盆羊奶，又添了些狗粮后，才走进厨房，为自己煎了一个鸡蛋，又下了一碗牛肉面。清脆的小青菜卧在热气腾腾的面条上，配上酱香浓郁的卤牛肉，光是看着就令人食指大动。打开监控，我看到婆婆望着外头的雨，面露焦躁。公公在客厅踱来踱去，边走边骂我。没想到白猪猪这么有心机，居然把家里的吃的都扔了。等他回来，老子非要扒了他的皮不可。一个女人反了天了。杨雪琴娇弱地靠在齐天然身上说：哥哥，不是我肚子饿，是你儿子肚子饿，你快想办法买些吃的吧。杨雪琴娇弱地靠在齐天然身上说：哥哥，不是我肚子饿，是你儿子肚子饿，你快想办法买些吃的吧。齐天然烦躁地看了眼手机，没有外卖员接单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要不你出去买吧，人家想吃小笼包，还想喝豆浆。杨雪琴娇滴滴地说。齐天然看了眼外面的雨，打开手机，我还是给白猪猪再打个电话吧。在接到电话时，我刚咬下一口溏心蛋，甜丝丝的蛋黄液在口中绽放，我的味蕾彻底被激活，舒服地发出一声喟叹。白猪猪，你现在在哪里？家里的吃的是不是你扔的？好你个黄脸婆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居然这么狠？电话一接通，齐天然就张口训斥我，狠吗？这才刚刚开始而已。婆婆抢过去电话，白猪猪，我限你半个小时内到家，在楼下的早餐店买2笼小笼包，4碗豆浆，4根油条，4个肉包子上来，否则你永远都别回来了。狠吗？这才刚刚开始而已。婆婆抢过去电话，白猪猪，我限你半个小时内到家，在楼下的早餐店买2笼小笼包，4碗豆浆，4根油条，4个肉包子上来，否则你永远都别回来了。啧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老太婆算上了家里所有人，就是没算上我。好啊，我本来就没想回去，我懒洋洋地回道，顺便用力嗦了口面汤，发出吧唧的声音。在婆婆破口大骂之前，我直接挂断电话，并将他们一家的电话拉黑。旺财已经先我一步吃完早饭，正舒服地躺在垫子上舔自己的尾巴。婆婆见打不通电话，气得捂住胸口，她估计是没想到
我这个逆来顺受的小媳妇儿居然敢这么对她。妈，齐天然忙上前扶住婆婆。公公把我祖宗18代都骂了一遍后，看向杨雪琴道：雪琴，这样吧，你想吃小笼包，你下去买，顺便把我和你妈还有天然的早饭一起带上来，再顺便去菜市场把中午和晚上的菜一起买了。你不是想吃糖醋排骨吗？你买回来，妈给你做。婆婆接了一句：雪琴，这样吧，你想吃小笼包，你下去买，顺便把我和你妈还有天然的早饭一起带上来，再顺便去菜市场把中午和晚上的菜一起买了。你不是想吃糖醋排骨吗？你买回来，妈给你做。婆婆接了一句。杨雪琴诧异地指着自己，用求救的目光看向齐天然，齐天然却当没看见，在玩手机。我看着这一切笑了半天，这一家子狗咬狗的戏码才刚刚登场，我必须养足了精神，日后好戏不断，不能不看啊。不过白莲花不愧是白莲花，杨雪琴很快反应过来，撒娇地晃着齐天然的手臂，说：哥哥，我突然不想吃小笼包了，昨晚下馆子咱们不是打包了剩菜回来吗？中午不如就吃那个吧，说不定下午雨就停了呢。很快一家人同意了杨雪琴的意见。白莲花不愧是白莲花，杨雪琴很快反应过来，撒娇地晃着齐天然的手臂，说：哥哥，我突然不想吃小笼包了，昨晚下馆子咱们不是打包了剩菜回来吗？中午不如就吃那个吧，说不定下午雨就停了呢。很快一家人同意了杨雪琴的意见。我看着监控画面冷笑，暴雨刚开始，这是外出囤货的最佳时机，现在不去，以后可就没机会去了。吃饱喝足，我牵着旺财去空间里溜达了一圈，旺财很兴奋，我一撒手，他就跑得快没影了。突然我听见咚一声，抬头一看，旺财的头上居然被撞出了大包，哎呦，撞到树了！我揉了揉他毛茸茸的小脑袋，旺财呜咽2声，然后咬着我的裤腿，把我往不远处拉。我跟着他走，走到一棵树旁，旺财一头往旁边撞去，旺财呜咽2声，然后咬着我的裤腿，把我往不远处拉。我跟着他走，走到一棵树旁，旺财一头往旁边撞去。我刚想说这个小傻子想跟我玩什么新奇游戏，却发现将他撞倒的是一团空气。我一愣，随即伸出手去，一团空气的地方居然是坚硬的墙壁。这时机械的男声在耳旁响起：欢迎解锁空间第2道技能楚门的世界。这就完了？我还等着声音继续给我讲解呢，却发现没声了。我试图和空间沟通，但他并不理我。口袋里的4瓣白玉又裂成8块，我呆呆地看着碎玉，大脑一片空白。等等，楚门的世界，我看过这部电影，不过一部电影的名字会是什么技能？从空间出来后，我倒在沙发里，一边看《甄嬛传》，一边吃魔芋丝。从空间出来后，我倒在沙发里，一边看《甄嬛传》，一边吃魔芋丝。正看到大胖菊握着甄嬛的手说：“朕与嬛嬛何时有过嫌隙？”电话响起，齐天然用杨雪琴的电话打给我，气急败坏道：“白猪猪，你拿我的身份信息去贷款了？”哈哈，过了好几天，他终于发现了。是啊，贷了300万。我不咸不淡地回道。齐天然倒吸一口凉气：“你怎么敢的？把你这条贱命卖了都不值这个数，你快把钱还回来，不然等我找到你，非打死你不可。”呵呵，我冷笑一声，然后给他算了一笔账。你现在住的房子是我买的，我父母过世留下的遗产包括2套市区的房产，还有800万现金，都在你父母手上，说是帮我保管，其实就是霸占。你们家欠我上千万，现在我才收了300万，你急什么？我冷笑一声，然后给他算了一笔账。你现在住的房子是我买的，我父母过世留下的遗产包括2套市区的房产，还有800万现金，都在你父母手上，说是帮我保管，其实就是霸占。你们家欠我上千万，现在我才收了300万，你急什么？什么你们家我们家的？咱俩结婚了就是一家人，你的就是我的。齐天然不要脸的嘴脸暴露出来，我倒不意外他的反应，只提醒他，我俩已经签了离婚协议了，你父母霸占着我的婚前财产，等着收律师函吧。至于网贷，你在签协议前才借这么多，有算计我的嫌疑，也等着收律师函吧。有能耐了你还请律师？我告诉你，你一个离过婚、没爹没妈又3年没工作的黄脸婆，除了我谁肯要你？就算你打赢官司，你一个女人也守不住这钱，到时候你被人轮了墙了，只能配路边叫花子了。齐天然全然一副无赖口吻，竟诅咒起我来。齐天然全然一副无赖口吻，竟诅咒起我来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我是城市独生女，你是农村草鸡男，靠舔我才一路上位。现在秃了毛的小斑鸠带着2个快死的老斑鸠占了喜鹊的窝，以为做了美梦，梦醒了，从天上掉下来，摔得一嘴粪，路边叫花子都嫌弃你。说完我就挂电话，拉黑一套行如流水的操作，不理会齐天然满嘴优美的中国话。到了晚上，雨势渐大，我看到小区几名业主淌着水从超市拎着大包小包回家，那水已经漫过脚踝了。我打开手机，匿名在某博、某乎、某办发帖子，说最近天气反常，可能是洪水前兆，大家多囤些吃的在家。马上有人跳出来骂我，非典囤的盐和疫情囤的布洛芬都吃完了吗？也有人听了我的话，默默去囤粮了。特殊时期能救一个是一个吧。我打开手机，匿名在某博、某乎、某办发帖子，说最近天气反常，可能是洪水前兆，大家多囤些吃的在家。马上有人跳出来骂我，非典囤的盐和疫情囤的布洛芬都吃完了吗？也有人听了我的话，默默去囤粮了。特殊时期能救一个是一个吧。今天的晚饭是涮火锅，重庆火锅的底料红亮油润，
沸腾之后，我把虾滑、五谷鸭爪、笋子倒进去煮，然后开了一罐啤酒，边喝边涮毛肚和黄喉吃。脆嫩的毛肚和黄喉沾着火锅的蘸水，满嘴辛辣鲜醇。转眼我就炫完一盘，好久没这么过瘾了。打着饱嗝，我又打开监控，看到齐天然一家正在为晚饭发愁。杨雪琴怕再被叫出去买菜，推说自己不饿，早知道就中午出去买菜了。是谁说下午雨停的？孕妇就这么矫情。我又打开监控，看到齐天然一家正在为晚饭发愁。杨雪琴怕再被叫出去买菜，推说自己不饿，早知道就中午出去买菜了。是谁说下午雨停的？孕妇就这么矫情。我们那时候怀着孕，还下田种地呢。婆婆对杨雪琴翻了个白眼，杨雪琴不敢说话。齐天然和公公都阴沉着脸。半晌，齐天然突然开口：“白猪猪怎么突然提到父母？他是不是察觉了什么？不然为什么一下子变了个人一样？”公公回道：“他能知道什么？车毁人亡的，车子上咱们动的手脚，警察都没看出来。他能看出来什么？”齐天然没说话。公公继续不满地说：“那个婆娘一看就心眼多，当时是你要吃绝户，我才同意这么个玩意儿进门。他们在说什么，我就没心思听了。我父母的离世不是意外，居然是他们一手造成的。”我的手在发抖，眼泪不由自主往下落，眼泪不由自主往下落。还记得当年我领着齐天然回家见父母，我爸妈都对他印象不好，但由于我的坚定，还是同意我俩在一起了。结果我不但害了自己，还害了父母。我狠狠抽了自己2巴掌，随后咬牙，在心底发誓，上天让我重来一世，让我发现这个秘密。我不光要为自己讨回公道，还要为父母讨回。又过了2天，早上我给自己煮了一碗小馄饨，皮薄肉多，葱绿切末，再撒一把虾皮，先掉头皮。至于旺财，我也不会亏待他，除了羊奶，还给他煎了条秋刀鱼。打开手机，所有的网络平台话题全部围绕这场暴雨展开。他们说雨已经漫到腰部了，有网友开始意识到不对劲，和楼栋里的邻居结伴划船去附近的商超购买食物和生活用品。他们说雨已经漫到腰部了，有网友开始意识到不对劲，和楼栋里的邻居结伴划船去附近的商超购买食物和生活用品。也有网友庆幸于自己听人劝，吃饱饭，拍了照片炫耀家中存粮多。某讯上线药物、食物共享平台，鼓励市民间展开互助自救。我看到我们这栋楼302的业主发了一条求助帖，家中老母亲发起高烧，求退烧药1颗，愿出1万元购买。我们小区入住率低，帖子是昨晚发的，一直没有人回。我本来是不想出头当这个圣母的，但想起有次我搬家时，在电梯里遇到过302业主的母亲，老太太一脸慈祥，自己走路都走不稳了，还帮我搬行李。我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私信了她，我给你送去。我从药瓶里倒出2颗布洛芬，放入小的密封袋，给302业主送去。302的业主是一个方脸，看上去有些严肃的中年男子，他十分感激我，一边嘴上嘟囔着母亲有救了，他十分感激我，一边嘴上嘟囔着母亲有救了，一边要从家中拿2颗土豆给我。我下意识摆手拒绝，回身时感到背后有道审视的目光一直盯着我，我心下一惊，其实应该要的。我的反应不是暴露了自己家不缺食物吗？回到家中，我检查了一番门锁后，才安心地躺回沙发上，打开监控。我看到齐天然一家人已经饿得脚不虚浮，终于吃起我精心为他们准备的泔水。腐烂的苹果皮、发臭的剩饭剩菜，还有沾了人类呕吐物的馊掉的面包，也被他们洗洗这么吃了。一边吃，他们还一边相互抱怨：“让你前天出去买吃的，你不去，现在彻底出不去了，你个废物！”妈，我也没想到雨会下得停不下来吗？妈，你别怪雪琴了，都是白猪猪那个死婆娘把我们害成这样的，她也不怕遭报应。我一边看一边冷笑，我一边看一边冷笑。齐天然这时候还护着杨雪琴呢，希望她看到我精心为她准备的视频时也能如此。杨雪琴过惯富贵日子，吃不下泔水，眼泪汪汪的求齐天然让他去邻居家找点食物，还说国家不会不管他们的，只要熬过这几日就好了。我心里一惊，忙点开原先的业主群，果然齐天然听了杨雪琴的话后，开始在业主群里卖惨：“各位邻居行行好吧，我们家没有囤粮的习惯，已经山穷水尽了啊，我一个不要紧，但我爸妈年纪大了，媳妇儿还怀着身孕，可不能饿着他们呀。”有知情的邻居站出来回：“什么媳妇儿？那是小三，他们家真正的媳妇儿早被这家黑心肝的逼走了，我亲眼看见的。”回话的是原来住在我们楼上的李寡妇，为人泼辣，心地却不坏。回话的是原来住在我们楼上的李寡妇，为人泼辣，心地却不坏。李寡妇，你快闭嘴吧！你知道个啥？我原来的媳妇儿在家好吃懒做，不伺候公婆，也不生孩子，现在还跟野男人跑了。雪琴怀了我的孩子，我要对她负责。我看你就是嫉妒雪琴有我这么个好男人护着，你没人要吧？齐天然说道。一直看戏的我默默朝群里丢了一张照片和一段音频，照片里是藏在床板下的2大箱方便面，音频里则是杨雪琴和金主爸爸的对话。我在下面留言道：“各位邻居请保护好自己的安全，家里吃的都够。”另外，杨雪琴的孩子是大老板的，大老板不要他了，他才找齐天然当接盘侠。齐天然不育也不举，人菜瘾还大，怎么会有孩子呢？这下子业主群炸开了锅。齐天然不育也不举，人菜瘾还大，怎么会有孩子呢？这下子业主群炸开了锅。大家平日都不喜欢公婆齐天然嚣张跋扈的做派，尤其是李寡妇，
本来被齐天然对的一肚子气，看到我的留言后，顿时打出一连串哈哈哈哈，各种嘲讽铺天盖地袭来。齐天然气得要死，打字打不过来，就开语音骂人。他越愤怒，大家越高兴，在他的雷点上拼命贴脸开大。做完这些，我没有再说话，深藏功与名。监控里，我看到齐天然朝杨雪琴左右开弓，连甩了他10几个巴掌。杨雪琴的脸很快肿了起来，铁证如山，她无法辩驳，只能边求饶边躲。但是公婆得知真相是不会让她躲开的，特别是公公，他一贯认为女人3天不打上梁揭瓦。杨雪琴的脸很快肿了起来，铁证如山，她无法辩驳，只能边求饶边躲。但是公婆得知真相是不会让她躲开的，特别是公公，他一贯认为女人3天不打上梁揭瓦，所以出手比齐天然还要狠。如果不是怕闹出人命，估计就闹出人命了。看着监控里杨雪琴奄奄一息的模样，身为女人，我没有大仇得报的感觉，只觉得悲哀。暴雨连续下到第2个礼拜时，开始停水停电，1楼至3楼全部淹了。住在低层的业主只能卷铺盖往上搬，愿意花钱的能在别人家中得到一张沙发或一个小房间，不愿意花钱的只能睡在楼道里了。大家都饿得面黄肌瘦，躺在床上尽量不动弹，减少耗力。因为不敢让香味飘出去，我和旺财躲进空间吃饭。我吃烤串、小龙虾，喝冰镇啤酒，他吃排骨，吃的尾巴直摇。为了杀人诛心，我不光把我吃的美食拍照发给齐天然，还把旺财吃饭的样子也拍了照发过去。因为不敢让香味飘出去，我和旺财躲进空间吃饭。我吃烤串、小龙虾，喝冰镇啤酒，他吃排骨，吃的尾巴直摇。为了杀人诛心，我不光把我吃的美食拍照发给齐天然，还把旺财吃饭的样子也拍了照发过去。发完后，我就直接拉黑，不给他骂我的机会。监控中，我看到齐天然一家人已经饿得皮包骨头。齐天然看着手机里我发来的照片，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发疯骂我，而是四处找寻着什么。突然，他的眼神锁定在客厅一个角落，他拿椅子垫在脚下，爬了上去，发现了我在客厅安装的针孔摄像头。齐天然两腮凹下去，不过半个月不见，就枯老的仿佛一具行走的骷髅。嘿嘿，你在看我的笑话是吧？齐天然眼神阴狠，满脸狰狞的笑意令我不寒而栗。你在看我的笑话是吧？齐天然眼神阴狠，满脸狰狞的笑意令我不寒而栗。角落里，我看到杨雪琴浑身是血，她肚子高高隆起，身体却瘦得皮包骨头，倒在地上痛苦的呻吟。那你就看吧。齐天然仿佛自言自语。随后，我看到他从厨房提了一把菜刀出来，走向满眼惊恐的杨雪琴。我心中警觉，已经猜到他要干什么，忙闭上眼睛。耳中传来他和公婆的对话：你把他杀了，杀人要犯法的，都世界末日了，法律算个屁，弱肉强食。杨雪琴这个骚婆娘骗了我们这么久，现在也该付出点代价了。接着，我听到尖叫声、求饶声，慢慢的，一切又归于平静。在睁眼时，我看到齐天然和公公婆婆围在杨雪琴的尸体前，正吃着什么。在睁眼时，我看到齐天然和公公婆婆围在杨雪琴的尸体前，正吃着什么。齐天然像是感受到我的目光，突然回头，狠狠嚼了嚼口中的肉块，哇一声，我将中午吃的烧烤、小龙虾全吐了个干净。末日里，大家的人性都会慢慢消失，一子而食、一母而食的场景每天都在发生，可是亲眼所见还是不能承受。正准备关掉监控，却听公公说把它吃了，接下来怎么？齐天然阴恻恻地回：楼栋里这么多人，去他们家，有食物吃食物，没食物他们就是食物。他说完，抹了下嘴，披了件看起来像是公务员的衣服，戴了顶帽子，把菜刀夹着就出门了。我忙将这段视频拷贝下来发到业主群，但不知道是不是过了这么久，大家手机都没电了，所以没人回复。我忙将这段视频拷贝下来发到业主群，但不知道是不是过了这么久，大家手机都没电了，所以没人回复。楼道中的监控显示，齐天然冒充物业人员，说上门登记家中人员，一会儿给大家送吃的。我本以为没人会在这时候开门，但是我没低估人性的恶劣，却低估了人性的单纯。楼上一对老夫妻给齐天然开了门，话还没说一句，就被齐天然用刀抹了脖子。我有些难过，因为这对老夫妻很善良，他俩都是高级知识分子，儿子在国外定居。听说我公婆重男轻女，还在楼下花园中劝过我婆婆，结果被骂多管闲事。齐天然闯进老夫妻家中，最后提了一袋米、一袋挂面和一颗大白菜出来。他发现了楼道中的摄像头，冷笑着：这里也有啊，白猪猪。监控摄像是可以查到 IP 地址的，你忘了吗？我大学的专业是计算机。他发现了楼道中的摄像头，冷笑着：这里也有啊，白猪猪。监控摄像是可以查到 IP 地址的，你忘了吗？我大学的专业是计算机。说完，他跳起来，一把拆了监控。随着监控画面陷入黑暗，我的内心仿佛也坠入无尽深渊。我一边安慰自己，暴雨已经淹到3楼了，他就算知道我在哪里，也不可能长翅膀飞过来。但另一边，我又很担心，因为我知道齐天然虽然奇葩，但他很聪明，不然也不能从穷山沟里靠读书读出来，进入500强企业工作。他现在已经不是人了，而是恶魔。我想到他笑起来时牙缝里塞着的碎肉，整个人又恶心又担心。连续好几天，我每晚做噩梦，梦到洪水漫过我的脖子、鼻腔、头顶，梦到我被齐天然大卸8块。连续好几天，我每晚做噩梦，梦到洪水漫过我的脖子、鼻腔、头顶，梦到我被齐天然大卸8块。这一夜，我从噩梦中惊醒，
发现自己一身冷汗，就去卫生间冲凉。刚洗完穿上衣服，我就听到旺财在狂吠。旺财平时很乖的，就算听到陌生人的脚步，他也不会像今天这般叫唤，除非他感受到了危险。我拿起手电筒，拿起一瓶防狼喷雾，走到大门前，透过猫眼，我确实看到几个鬼鬼祟祟的男人聚集在我家门口。定睛一看，其中一个竟然是302的业主。他对其他几个男人说：“就是这家。”我还听到他家白天有狗叫，都这个时候了，狗还能叫得这么欢，没被杀了吃掉，说明他家有很多物资。我心中愤怒，果然末世里谁当圣母先死谁。其中一个竟然是302的业主。他对其他几个男人说：“就是这家。”我还听到他家白天有狗叫，都这个时候了，狗还能叫得这么欢，没被杀了吃掉，说明他家有很多物资。我心中愤怒，果然末世里谁当圣母先死谁。我的一时心软，为自己带来危险。302业主身后的几个男人都带了家伙，他们听到这话，纷纷抄起菜刀、斧头等工具，开始砸门。不过这可是银行用的金库门，眼见他们忙得精疲力尽，门却纹丝不动。都闪开！熟悉的声音在门外响起，我的呼吸都凝滞了。猫眼里，我看到齐天然拿着电钻出现在门前，大家看到他，自觉让开一条路。还是齐哥有办法，就是要不是齐哥带着我们去别人家里抢物资，我们哪能活到现在？那条充气挺滑的，老子累死了。一会儿老子要杀了那条狗，吃狗肉。我吓得捂住旺财的嘴，但旺财呜咽的声音还是从我的指缝钻出来。我吓得捂住旺财的嘴，但旺财呜咽的声音还是从我的指缝钻出来。看样子齐天然似乎混成了这些人的头领。我想起来以前在公司，齐天然就很会妖买人心。他先是向比自己强的人示弱讨好，然后联合别人的力量将那人拉下马，自己坐上去。我上一世居然觉得这是一种能力，现在想来真想抽自己几个耳光。老婆，你不出声，我也知道你在家。我说过我会找到你的。齐天然边钻门边冷笑，他身边的男人则是一脸淫笑，跟着道：“嫂子，齐哥说你身上白，一会儿脱光了给我们看看。要是真的白，我们就留你一条命。”我咬咬牙，拿喷雾的手一直在发抖。装门的师傅跟我说过，虽然金库门防火、防盗、防一切，但也只是暂时的。装门的师傅跟我说过，虽然金库门防火、防盗、防一切，但也只是暂时的。使用硬质金钻头，金库门也只能撑住1个小时。我看到齐天然眼中的疯狂，知道他如果进来了，我的下场不会比上一世好。手心传来湿润的感觉，我低头一看，旺财正舔着我的手心，似乎在安慰我：“好狗狗，最难的时候一直是你陪着我，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我们出事。”于是我集中注意力，召唤出空间，将旺财带进空间内，躲了起来。果不其然，1个多小时后，齐天然钻开了门，带着4、5个看上去流里流气的男人进了我家。他们看到地上摆着的水和吃的，像疯了一样扑上去。吃饱喝足，几个男人便开始找起我来，特别是齐天然，眼见床底下、衣柜里、橱柜里都找不到我的身影，连狗叫声都消失了。他露出愤恨的表情，没想到啊，你还会隐身。他露出愤恨的表情，没想到啊，你还会隐身。老婆，你留了2包方便面，却跟大家说有2箱子，你以为大家会来抢我的，没想到我先下手为强吧。老婆，你敢让我吃泔水，等我找到你，就让你吃屎，我爸妈都淹死了。一会儿等兄弟们玩腻了你，我也让你尝尝这滋味。时间1分1秒流逝，我抱着旺财低声道：“我们可能要永远留在这里了，但是在这里也比出去好。”这时我看到齐天然居然找到我遗留在房间的碎玉，他捏着碎玉若有所思。我暗叫一声不好，旺财，空间可能也不安全了，怎么办？对了，楚门的世界，我记得电影里这个世界是有出口的，来，我们找找。旺财仿佛听懂我的话，从我怀中一跃跳下，跑去远处。对了，楚门的世界，我记得电影里这个世界是有出口的，来，我们找找。旺财仿佛听懂我的话，从我怀中一跃跳下，跑去远处。我跟着他，竟然真的找到出口，一道与大树融为一体的门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打开它。我在找办法，那一头，齐天然居然找到开启空间的办法，一团白雾聚集又消失。齐天然拎着菜刀，鬼气森森地出现在我面前，仿佛汉尼拔。老婆，我说过我会找到你的，嘿嘿。我手拿防狼喷雾，对着齐天然就是一顿喷。混乱中，他拉住我胳膊，将我制服。旺财勇敢地扑上去，咬掉齐天然一块肉。齐天然吃痛，反手劈向旺财的腿，伤口见骨。旺财倒在血泊中，根本起不来，但还是瞪着齐天然，朝他狂吠。旺财倒在血泊中，根本起不来，但还是瞪着齐天然，朝他狂吠。齐天然揉完眼睛，阴笑着朝我走来。我自知不是他的对手，眼睛一闭，想象中的疼痛并未传来，反倒是听到齐天然全一声闷哼。我睁眼一看，居然看到我的父母，爸爸拿着一根擀面杖，将齐天然敲晕，和妈妈一起将他五花大绑，才走到我面前，关心地问我：“猪猪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”我看到爸妈熟悉的面孔，以为自己出现幻觉，直到爸爸拍了一下我的头，笑道：“猪猪，傻了吗？”我才回过神来，意识到这不可思议的场景竟是真的。原来外婆留了2块祖传的玉，一块给了母亲，一块给了我。我的玉自带时间定格空间，母亲的玉自带逆转时光空间。这不可思议的场景竟是真的。原来外婆留了2块祖传的玉，一块给了母亲，一块给了我。我的玉自带时间定格空间，母亲的玉
自带逆转时光空间。上一世，我爸妈被齐天然一家害死，连老天都看不下去了，给了我和父母重生的机会。他俩在空间里先我一步，发现2个空间被打通的秘密，在齐天然手底救下我。4个月后，暴雨终于停了，幸存的人们得救。齐天然因故意杀人罪被起诉，判了死刑，立即执行。我的监控视频就是送他上刑场的最直接证据。旺财失去了一条腿，我和爸妈用轮子绑在他身上。幸而旺财足够乐观，很快适应了带轮子的身体。从此之后，他和我还有爸妈一起生活在我买的大平层里，永远不分离。幸而旺财足够乐观，很快适应了带轮子的身体。从此之后，他和我还有爸妈一起生活在我买的大平层里，永远不分离。杨雪琴生于南方小城一个重男轻女的贫困家庭，从小看着弟弟被父母捧在手心，自己却要承担所有家务，连读书的机会都是靠捡废品换来的。贫瘠的成长环境让她认定美貌是唯一的跳板，于是刻意修炼柔弱外表，将装可怜刻进骨子里，是要靠婚姻摆脱底层困境。成年后，她辗转来到大城市，靠着清秀面容和楚楚可怜的姿态周旋于不同男人之间，却始终没能攀附上真正的有钱人。直到遇见秃顶富商，她谎称纯洁无瑕，得知对方急需儿子继承家业，便主动提出代孕，索要一套别墅和跑车作为报酬。可富商只把她当生育工具。她谎称纯洁无瑕，得知对方急需儿子继承家业，便主动提出代孕，索要一套别墅和跑车作为报酬。可富商只把她当生育工具，怀孕后便断了她的经济来源，连承诺的物资都拒不兑现。走投无路时，杨雪琴想起曾对自己百般讨好的齐天然，那个急需一个儿子稳固家庭地位的凤凰男。他伪造香港产检报告，谎称孩子是齐天然的，顺利被迎进齐家。在齐家，他一边享受公婆的悉心伺候，一边鄙夷齐天然的窝囊，却从没想过要付出半分真心。末世突如其来，暴雨封门，粮食耗尽，杨雪琴的好日子戛然而止。她依旧惯性撒娇耍赖，让齐天然冒雨觅食，自己躲在屋里坐享其成。可谎言终究经不住考验，白猪猪曝光她和富商的录音后，她瞬间从金贵孕妇沦为人人唾弃的骗子。杨雪琴的好日子戛然而止，她依旧惯性撒娇耍赖，让齐天然冒雨觅食，自己躲在屋里坐享其成。可谎言终究经不住考验，白猪猪曝光她和富商的录音后，她瞬间从金贵孕妇沦为人人唾弃的骗子。齐天然的打骂，公婆的刻薄，让她彻底暴露本性。她撒泼打滚却无济于事，只能跟着吃泔水度日。饥饿难忍时，她还幻想着有人会来救她，从未想过自救。直到齐天然被饥饿逼疯，举起菜刀的那一刻，她才慌了神，跪地求饶，却只换来无情的刀刃。她到死都不明白，自己的悲剧从不是命运不公，而是源于贪婪自私的本性。她把美貌当武器，把感情当筹码，践踏他人的信任，算计他人的真心，最终在末世的人性考验中，沦为自己贪婪的牺牲品。她腹中的孩子从头到尾只是牟利的工具，从未被她真正珍视。这场精心策划的骗局，最终以最惨烈的方式落幕，也算罪有应得。